要说冷兵器时代的战场上，什么仗大家最不愿意打，那恐怕非攻城战莫属。到了攻城堆人头的时候，什么牛鬼蛇神在这都不好使，只有绝对的硬实力才能在攻城战中取得绝对的胜利。那么什么才是硬实力？难道是投石车、重型弓弩这些攻城器械吗？ No No No， 最牛逼的攻城武器莫过于古代攻城塔了。这玩意儿堪称移动小碉堡，小小塔内站个180号人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居高临下。有的变态设计师甚至把它造得比城墙还要高，工程难度直线下降，守城士兵看见它就头疼不已，直呼爸爸不要打我。那么这么牛逼的一款武器，它是怎么兴起的呢？工程车这个东西，它的出现说实话挺戏剧性的。随着人类中小聚集地出现，以往的部落早就成了过去式，毕竟没有高墙，自家的地盘实在是不好守啊。所以古人为了保护自家的聚集地，纷纷安上了坚固的城砖墙瓦。反正老子先把地给圈起来，盖起坚固的城防工事，我这小部落固若金汤，谁还敢过来跟我呲牙？基于这个理论，各家的城防工事那是百花齐放，一个比一个坚固。所以古代攻城战对于进攻方来说实在是太不友好了，守军就在城墙上，把进攻方当活靶子，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巨型攻击器械应运而生，例如攻城锤。不过当时比较尴尬的是，攻城锤在操作时需要浪费大量的时间，操作者完全暴露给了城头的防御部队。毕竟守城一方不是傻子，能看着你的攻城锤破坏城门吗？所以他们会拼了命的攻击操作者。于是为了保护攻城锤和士兵的第一代攻城塔孕育而生。而最早接近这一理念并且最有名的，估计就是人类历史上著名大型仙人跳事件的作案工具特洛伊木马了。特洛伊木马与其说是工程，不如说纯靠骗。缺德修斯设计的计策，成功让这个人畜无害的初代工程车拿下了希腊联军围城9年都没干下来的坚城特洛伊。当年斯巴达国王莫涅拉奥斯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戴了一顶大绿帽，这个大冤种丢了媳妇也就算了，家里什么银行卡、保险柜还被帕里斯给忽悠跑了。身为一国之君，怎能忍受如此奇耻大辱？更何况斯巴达个个都是好战分子。就这样，一场由绿帽引发的特洛伊之战爆发，希腊组成10万联军，浩浩荡荡开赴特洛伊。本来以为这就是手拿把掐的事，你这小小特洛伊，我这10万联军就算拿牙啃也能给啃成渣子。但是希腊联军没想到的是，特洛伊身处交通要道，本来就是一个富饶的国家，人家年 GDP 产值怕是都朝着好几个斯巴达去了。有了钱，人家的城墙那是修得又高又结实。希腊10万大军硬生生啃了10年，牙都崩了，也没把特洛伊这块硬骨头给啃下来。最后希腊联军内部受不了了，打了10年啊，士兵个个想家想媳妇儿了。这给这干耗着实在不是个法子，再等等，怕是士兵船都不要了，直接当逃兵游回祖国了。不过希腊联军毕竟人多力量大，智多星将领奥德修斯很快就想出一条妙计，那就是制造一个巨大的木马，将死士藏于木马之中，随后编造理由让特洛伊人把木马拉进城内。正所谓再坚固的城堡也会从内部突破，希腊联军也是说干就干。很快特洛伊木马制造完毕，一日特洛伊人发现希腊联军突然烧毁营帐，外面丢的全是盔甲，连行军用的大锅都给砸了。特洛伊人认为希腊联军内部出现了问题，一定是粮草不济导致的溃退。希腊联军人是走了，但在海滩上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木马。出于好奇，特洛伊人在观察许久后，他们抓了一个希腊商人，问这个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在知道这是希腊的供奉用品后，特洛伊人将其拉回城内。就因为将这个大东西拉回城，他们还给自家城门给拆了。就这样，这个木马成为了压死特洛伊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特洛伊木马毕竟是艺术中的工程塔，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时希腊已经具备了工程塔技术，并且在特洛伊战争之前就已经制造出了可以用于实战的工程塔。不过当年希腊最早版本的工程塔局限性很大，这和当时的作战理念有着非常大的问题。希腊即使是拥有了工程塔，
守城一方依旧占据着绝对优势。特洛伊战争就是很好的例子。希腊士兵不仅需要顶着密集的箭雨爬梯子，而且还要遭受石子热油的攻击，10年都没有能啃下来。特洛伊战况异常惨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希腊最早版本的工程车就有点搞笑的意味了。所以，为了改变进攻老大难这个问题，一款新型的工程塔成为各国非常渴求的科技。但不得不说的是，要论谁学习好，那还是要说新亚述帝国。古代战争史的课本都让他们翻烂了，还真让他们找到了新款工程塔的设计图。他们将工程塔做得越来越大，并且前部的空间被进一步放大，形成了可以容纳弓箭手木质塔楼。这种设计可以说是引领了工程塔的时尚潮流，未来的2000年里几乎都延续了这个设计。自从新亚述帝国有了这款工程神器，在攻城战上战无不胜，因此在3个世纪以来，亚述国几乎不受限制地向外扩展，没人能在攻城战中打过他们。恐怕当时的各国面对这个大家伙都手足无措，秉着打不过你我就加入你的原则。很快，所有的古代文明社会都在他们的军械库修建了工程塔。不过，也有许多国家对新亚述工程塔进行了改进，比如说8世纪的法国，他们特地制造了人头锤工程塔，不仅防御力极高，而且威慑力特别强。他们将地方国王或君主的头像刻在工程塔上，疯狂地搞对方心态，确实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而在遥远的东方，中国古代工程塔也在蓬勃发展中。不过，这也引发一个疑问：西方的工程塔如此厉害，那么中国的工程塔战斗力怎么样呢？其实，工程塔这个概念对于中国来说并不陌生。从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鲁班当年制造的工程云梯，再后来演变成带有车轮的云梯车，其实就是工程塔的最早版本。我们甚至在古装剧中经常能看到一群士兵推着很高的推车冲向城墙跟前，成群的士兵会跟着云梯车冲入城中的画面。当然，在古装剧中，守军总是会把云梯推开，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导。战国时期的工程云梯已经非常成熟，云梯装在车上，车有一定的坡度，车身别看有轱辘，但实际上底盘很稳，并且梯子也够宽够厚，梯子的顶部有钩子，搭到城墙上后勾住城墙，这样的设计基本上守城部队是没办法推开的。所以说，中国在很早之前对于工程器械有了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且对于各朝各代的名将而言，云梯车的作用甚至更加多样化。东汉许慎所著《淮南子·兵略训》中曾记载，云梯还具有看敌的作用。登得高看得远，在云梯上方的侦察兵可以远远地看到敌情，及时地做出汇报，以便将领调整部署。不过，工程云梯这款武器，说实话，进攻能力还是太弱了。在进攻过程中，只能是被动挨打，伤亡非常大。于是古人很快发明了冲车这款武器。冲车又叫对楼车，是一种被装甲起来的工程塔。这款武器从样貌上来看，简直是和西方工程塔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并且功能性和西方也非常相似。武备志对冲车有着明确的记载。这是一种有8轮高达5层楼的巨大工程塔，最下层是推动冲车前进的士兵，而上面4层则是装载着攻城的战士。由于冲车的高度非常高，所以它可以做到平视守城部队，车内人员直接对敌人造成杀伤，并且这款武器也可以装备工程器械，例如壮木、石炮等，加大了守城部队的防守难度。三国时期，这款武器的运用最为频繁，《后汉书·天文志》云：“坐营100余，围城数重，或为冲车以撞城，为云车高10丈以看城”，衬托出了冲车高大的外形以及作用。诸葛亮在《三国演义》97回也说过：“如稍无云梯，吾却用冲车之法。”可见当年的工程武器冲车有着非常高的出镜率。那么中国工程塔和西方工程塔到底孰强孰弱呢？它们又有什么区别和共通性？如果说中西方哪家的工程塔更加优秀，这个问题其实很难说清楚。正所谓集百家之所长，弃百家之所短，它们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例如，中国工程塔在设计上面更加简洁，整体不会放置太多的作战用具，更多以步兵为主，占领为主。
作为当时的将领作战思路来说，冲车最大的作用是快速进入敌方城楼，因为对于攻城战来说，城楼这才是最具威胁的地区。守军在楼上居高临下，太容易对进攻士兵造成伤害。一旦进攻方占据城楼，胜算至少有了70%。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城楼建设大多以瓮城为主，在城门后往往还有一个城门，所以城楼上的敌人无法肃清的前提下，当撞车拼命撞开第一道城门后，他们要顶着楼上四面八方的火力，才能去冲第二道城门，这才是进攻方的噩梦开始。往往在瓮城作战中，守军能活活将进攻部队憋死在城内。《水浒传》中，石阡就是中了瓮城之计。别看他轻功天下第一，但就算跑得再快，在被敌人刻意放入瓮城后，也没有发挥的机会，最终被石头活活砸死。明朝朱棣发起靖难，也曾差点死于瓮城。所以，中国大量的攻城器械分工非常明确。冲车对城门的针对性要远远低于对城楼的压制，以及向城楼上输送援军。西方攻城塔则是完全不同，设计的实在是太精致豪华了。中国的拿来一比，那就跟毛坯房和精装修一样，远远望去，你真以为那是个居民楼。庞大的进攻塔上覆盖着厚厚的铁皮装甲，完全可以抵挡住正面袭来的一切攻击。攻城塔中各类进攻武器一应俱全，什么撞车、投石器，通通都安排上，进攻方根本扛不住这样的压力。之所以这样设计，主要原因是西方根本没有瓮城这样的城防设计，所以当破开城门那一刻，就是屠杀真正开始的时候。特洛伊战争就是这样，当从内部城门被打开时，特洛伊就已经注定了失败。所以从战争环境的角度来说，西方需要强有力的保护性进攻工具，能让破开城门的那一刻，部队依旧保持强大的战斗力，避免无谓的牺牲，迫使守军在正面战场扛不住压力，正面突破后，进攻方本就比防守方人数多，冷兵器时期谁人数多谁就是无敌，我就是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你，你根本就没办法和我打。而中方则需要快速突破城楼，占据绝对有利的地形。至于下方正面突破的撞车部队，只是大部队进攻的一种方向。虽然东西方攻城塔在设计理念上略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在进攻塔上都有人数众多的士兵驻守。因此，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居高临下始终是占据绝对优势。况且人家城门上还有各种弓弩射击口，本来以低打高就不容易，再加上这些狭窄的射击口，说实话，不是万里挑一的神箭手，鬼才能从口子里射进去。就是给射箭冠军叫过来，他都不敢说自己100%能射好。但是平射就不同了，有了高度优势，虽然双方对射一定非常惨烈，但在人头交换上还是更划算的。毕竟还是那句话，攻城方毕竟人还是多啊。说了这么多，有的小伙伴就或许问了，既然攻城塔这么厉害，为啥突然之间销声匿迹了呢？这就不得不说攻城塔自身的劣势，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首先，西方攻城塔本就是一种保护性的进攻武器，它能避免大量士兵死于莫名 AOE 伤害，所以它需要大量的铁甲。在那个钢铁产能本就不富裕的年代，为了攻城略地，咬咬牙也就弄了，但是毕竟废材料啊，想要弄得太多也不现实。其次，这玩意儿实在是太大了，想要让其充分发挥优势，需要的先决条件非常多。比如说马萨达围攻战，马萨达位于尤地亚沙漠与死海谷底交界处的一座岩石山顶，四周全是山谷，位置非常险峻。罗马帝国在进攻之前就开始做一系列准备工作，比如说开山修路，毕竟这么大的东西没有一条好路根本运不上去，等到路修好了，还需要大量人力给运上去。全部准备完毕后，罗马帝国开始向马萨达进攻，不过进攻过程非常尴尬。当时在攻城塔的加持下，马萨达第一道石墙防线被突破，仅剩一道泥土做的防线。说白了，泥土防线就跟纸糊的一样，面对攻城塔压根儿没还手的机会。但是马萨达守军开始在外围放火，差一点就给攻城塔给烧了。
不得不说，马萨达守军就是不爱看天气预报，突降南风，彻底吹灭了守军的反击梦，这才让罗马赢得了胜利。不得不说，这真的非常惊险，如此昂贵且重要的工程器械，要是真让马萨达守军给烧了，罗马人真能哭死。当然，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地形太过复杂，导致工程塔处境有些尴尬。实际上，即使是平地进攻时，也必须要保证城堡周围的护城河和沟渠充满碎石土，才能让工程塔安然无恙地进入指定位置。并且这款武器由于太重，它的运输路径也是既定的。一切准备就绪后，众人合力推到城墙边，士兵站在不同的塔层上面，吊桥像跳板一样被放下后，士兵才可以顺利冲入城内。第一波冲进去后，后续源源不断的援兵都可以从塔上进入城内。要知道的是，守军毕竟不是傻子，进攻塔都存在了这么些年了，早就出现了许多针对的策略，什么火攻巨石层出不穷，看到你的工程塔过来，他们的抵抗只会更加强烈，往往进攻方还没进入城内就先死一半人，这也让进攻塔的处境越发艰难。到了后期，我们甚至只能看到己方弓弩手站在进攻塔上和敌方对射，进攻塔根本就不往前冲，只在后方压制敌人火力。当然，这不仅仅是西方有这样的问题，中方也同样如此。毕竟工程塔的制作成本太高了，损坏一个实在是太心疼了。不过中方相对比较好些的是，材料并不复杂，也不需要大量的金属，但沉重、先决条件多、容易被针对的弊端，工程塔始终无法解决。另外，进攻塔消失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热武器的出现。例如明朝时期的大炮可以轻松将城楼撕开缺口，步兵跟着缺口直接就冲进去了，工程塔的意义自然逐渐变小。不过有趣的是，在大炮横行的年代，西方还保留了进攻塔这一武器。意大利的龙形工程塔那算是给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工程塔分为狗头、鸡身、蛇尾和鹰爪，它的狗头上挂有筐子，筐子里插有长矛供士兵使用，而狗嘴里可以伸出炮管，对敌方城墙和士兵进行炮击。不过在炮战中，工程塔实在是过于尴尬了，就算是你在外面安一件钛合金外墙，那也扛不住几发炮弹就散架了，还不如在陆地上找个仰角跟人家打打炮战，省时省力。并且西方在进入热武器后，灵宝的出现，进攻塔根本无法正常发挥。你这么大一个东西，明显就是活靶子。灵宝的大炮可以从无数个角度打到你，让你顾头就顾不住腚，所以进攻塔无奈退出了历史洪流，再也无法进入战场大显神威。现如今，在热武器如此强势的背景下，进攻塔或许再也无法进入到战场之中。不过这款武器却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它换了一个身份，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经常看到的东西。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消防车，它就是根据云梯车进攻塔的设计理念设计的。当高层楼房需要灭火时，消防员甚至不需要进入火场，在云梯车的帮助下实现场外救火。并且云梯车在城市化建设中也有着非常突出的贡献，无论是搬家公司、空调安装、路桥修理等项目，云梯车都是无可替代的工具。面对现如今高空作业如此危险的现状，它极高的安全性和高效性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如此一看，一位久居战场的老兵，现如今回归到生活，依旧能服务于人类，或许这才是最好的归宿吧。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